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先锋君，今天给大家带来《海贼王》第4部剧场版死亡尽头的冒险。故事一开始，路飞一伙就在某片海域上遭遇海军的追击，不过由于极端恶劣的天气以及一流航海士娜美的指挥，路飞一伙很快就摆脱了海军的追捕。这时候海军方面得到消息，原来有大量来路不明的海贼正向某个地方集合，其中有一个名叫加斯帕德的男子，似乎让海军颇为头疼。海军称其为海军的最大污点，并且传达了一定要让加斯帕德接受正义的制裁这样的死令。伟大航海路上的汉纳巴尔附近的港湾，这里是海贼们的聚集地，整个港湾里汇集了各处而来的海贼，路飞等人也混在其中。由于最近草帽海贼团没有什么收入来源，财政出现了严重的赤字，草帽团财政部长娜美十分烦恼，一心只想捞钱，认为不管什么事只要有钱赚就好了。这时候娜美无意间看到餐馆的老板正在和一个海贼们的家伙做着某种交易，凭着直觉，娜美认为这里面一定有和钱有关系的一些地下活动，于是跑过去向老板打探。起初老板不愿意多说，但在娜美再三请求下，老板带着草帽团来到一个地下隧道，没有做任何的说明，只是告诉几人一直走到头，到了尽头拿出2枚100元硬币作为暗号就可以了。草帽一行人提着油灯往隧道里探去，没多久就看到了灯光，在隧道的尽头有一个长相十分诡异的男子。娜美想起餐馆老板的嘱咐，向男子出示了2枚100元硬币，那个男人便收了手中的武器，将身后的门打开。草帽团穿过门来到了另一个空间，这里依旧是一个酒馆，不过多了许多海贼们爽朗的欢笑声，气氛十分的热闹。走出餐馆就看到自己置身在一个巨大的洞穴下面，上面的空间有很多，而且是一层一层叠加而上的，每一层都挂着不同的海贼旗，每一层都有很多人在喝酒聊天，最底下还有巨人海贼，简直就是海贼们的天堂。路飞、乌索普还有乔巴兴奋地大叫起来。这时有其他的海贼与他们搭讪，看到路飞等人不像是来喝酒赌钱的，那个海贼吃惊地说：“你们该不会是来参加比赛的吧？有几条命都不够。”罗宾听到这里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几年前自己在跟随其他海贼团时曾经来到过这个地方，这里每隔几年就会举行死亡比赛，有那些相当厉害的海贼团参赛，每次比赛的起点都是他们所在的这个地方，但是终点却都不一样。参赛的海贼团需要拿到关于终点的启示之后才可以出发。比赛的规则很简单，谁先到达终点就算胜出了，可以拿到高昂的奖金。比赛过程中不管使用什么手段都不算犯规。在听到奖金足足有3亿贝利之后，娜美欣然地鼓励路飞等人参加。在组头那里报了名后，娜美拿到了一个永久指针，指针所指地方名为帕提亚，就是他们此次比赛的终点所在了。组头还十分好心地提醒道，那里经常有旋风，所以最好小心一点。出发前，娜美打听到此次比赛的一些重量级选手，参加这次比赛的榜3是巨人族渔夫兄弟波比和波哥，榜2是鱼人阿龙的死对头鱼人族威力，而榜1的超高人气选手则是名为加斯帕德将军的神秘人物。路飞这边，路飞和乌索普、乔巴、索隆几人在下一层吃饭的时候卷入到了冲突之中，因为这里吃饭是免费的，路飞疯狂的大吃大喝，甚至侍者端给其他桌子的食物也被路飞抢走了。路飞的举动惹怒了旁边桌子的一个青年，他走过来二话不说将路飞的头狠狠砸在桌子上，双方冲突一触即发。这时另一桌桌子被抢的海贼也靠了过来，自称是加斯帕德的手下。那伙海贼更加霸道，上来之后对着路飞就开了一枪，好在路飞是橡胶能力，没什么事儿。既然对方出手了，自己也不能客气，一拳将3个人狠狠砸在墙上。路飞恶魔果实的能力震惊到了这些海贼，不过出于面子，他们还是硬着头皮开打。之前那个和路飞发生冲突的青年身手也不简单，赤手空拳放倒好几个海贼。加斯帕德将军终于露了面，他见路飞和那个青年身手不错，对2人印象很好，想要拉2人入伙。青年的名字叫肖莱亚·巴斯库德，是一个赏金猎人，被称为海贼刽子手。他心里揣着自己的算盘，欣然同意。而直爽的路飞因为加斯帕德看起来像个人渣，很直接的拒绝了。加斯帕德道出了自己的身份，原来他以前是海军，因为某些原因而离开了海军，自立门户，做了海贼。停靠在港湾附近的加斯帕德的蒸汽船上，少年血熊央求船员救一救自己病重的爷爷，
船员却十分冷漠地拒绝了。血熊一怒之下抢过了船员的枪，决定自己去杀海贼换赏金，然后给爷爷买药治病。加斯帕德回到船上后，听说了事情的经过，他告诉血熊：“那你就去吧，如果你表现得好，我就让你入伙。”实际上，加斯帕德只是敷衍一下血熊而已。少年血熊听信了加斯帕德的话，加上心智不成熟，没有什么经验，因为杀海贼换赏金是一件极其容易的事情，于是揣着枪跑到了港湾里，偷偷潜入了某一艘他认为比较弱小的海贼团的船上——草帽海贼团的黄金梅利号。第二天，比赛正式开始，原本风平浪静的海面突然间狂风大作，梅利号扬起的风帆瞬间就被大风灌满，帆船乘着大风和逆流的海浪迅速穿过一个隧道，然后向着山顶航去。这时候，路飞等人才看到了其他参赛的海贼团从各个支流汇聚而来，向着山顶奔去。本次比赛的超人气人物加斯帕德将军和他的大号蒸汽船沙拉曼达号也在其中。娜美和伙伴们分享了自己调查到半夜的情报。加斯帕德原来是海军本部的海军，后来因为夺走了自己队伍的船只，自立门户当了海贼，被海军唾弃。现在加斯帕德已经是悬赏金达到9500万贝利的名人了。不仅如此，加斯帕德还是恶魔果实能力者。果实能力虽然还不知道，但想必应该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人物。几个人说话间，梅利号已经跟随大队伍奔上了山顶，比赛正式宣告开始了。鱼人族威利率先向邻近的海贼船发起了攻击，其他的海贼船也纷纷架炮扛枪，打成一团。而嘴上喊着害怕的乌索普来到甲板后面之后，一炮就轰掉了一艘正在后面追击不止的海贼船。梅利号的一左一右，各个海贼团都已经打得不可开交，甚至有些海贼团已经入侵到了其他海贼团的船上，展开了近身肉搏。路飞蹲在梅利号的船头，兴致勃勃地看着热闹。另一边，被大家誉为人气榜第3的巨人族两兄弟驾驶着自己的战船，在海流下坡中，由于没有控制好速度而冲出了海流，坠毁在陆地上。草帽团在路过一个急转弯时也险些撞毁，危急时刻，路飞和罗宾利用各自的能力，使得梅利号安全地渡过弯路，回到海洋中。在梅利号回归平静后，娜美让索隆检查一下船舱内有没有受损的地方。索隆在经过卫生间时，凭着常年积攒的经验和直觉，马上察觉到有外来者潜在了船上。藏在卫生间浴缸里的血熊突然窜出来，拔枪就射。索隆迅速躲开子弹，一把将血熊按在墙壁上。这时候，索隆才发现，原来潜入的敌人是一个小孩。在面对娜美的盘问时，血熊很直率地回答：“我就是来杀海贼的，我要杀你们去换赏金。”路飞却在一边哈哈大笑。面对这些海贼们对自己玩笑一般的态度，血熊十分愤怒，他开枪打向路飞，子弹却被路飞橡胶的子弹弹了回去。最后，血熊终于知道自己根本不是这些海贼的对手，于是他又自暴自弃，请求路飞等人将他杀死。另一边，参赛的海贼团跟随永久指针所指的方向奔向帕提亚，却来到了某一个海军要塞。很快，草帽团也按照永久指针的指示来到了这里。明明所指示的方向没错，为什么会来到海军的要塞呢？该不会指针就是错的吧？娜美用匕首撬开永久指针上面的帕提亚的金属标志，露出来的是永久指针本来的名头，上面标明海军要塞。原来这个永久指针本来就是指向海军要塞的，是组织比赛的组头故意留给他们的。而这个比赛从头到尾就是一场由加斯帕德策划的阴谋，不用他浪费一兵一卒就可以将这些海贼全部消灭。路飞被加斯帕德的卑鄙手段所激怒，决定赶去找他算账。众人的激情再次被点燃，草帽团也成了此次比赛中唯一一个从海军要塞逃出来的海贼团了。另一边，肖莱亚想要毁坏加斯帕德蒸汽船上的锅炉，被血熊的爷爷制止。而在交谈中，肖莱亚无意间透露了自己小的时候和妹妹去港口见到过这艘蒸汽船。加斯帕德的出现让小镇陷入了灾难当中，很多人丧命，自己也和妹妹走散了。血熊的爷爷突然想起来自己看肖莱亚十分眼熟，他想劝肖莱亚放弃复仇，好好的活着。然而早已对生存失去希望的肖莱亚拿着一把铁锹就跑去找加斯帕德复仇了。加斯帕德早就怀疑肖莱亚随他上船并不是为了拿他的人头换悬赏金。刚刚肖莱亚与老人的对话，加斯帕德已经全部听进了耳朵。他派出自己的副手尼德斯解决肖莱亚。这个副手的身手也十分了得，移动速度非常快，犹如鬼魅。他的2只手能弹射出像金刚狼一样的爪子，肖莱亚瞬间陷入苦战。结果尼德斯被断了1只手，肖莱亚多处受伤。虽然最后肖莱亚险胜，不过肖莱亚已经精疲力尽，伤痕累累。此时的他已经顾不上其他，
拿起铁锹打算杀死加斯帕德，结果铁锹劈过，加斯帕德的脑袋分成2半，但是却没有受到半点伤害。原来他是麦芽糖果实能力者，身体可以软糖化。肖莱亚已经无力再与加斯帕德决斗，就在加斯帕德准备动手杀掉肖莱亚时，草帽团及时赶到。乔巴凭着自己的嗅觉在大海上为草帽团导航，成功在没有指针的情况下找到了加斯帕德。草帽团与加斯帕德的大战开始了，不过这一次没有索隆和山治的出手机会了。加斯帕德除了尼德斯，没有其他的强悍的船员。2个海贼团的决战成了2个船长之间的对决。由于加斯帕德的果实能力，路飞的拳头对他完全没有用，打出去的拳头全部被加斯帕德的身体给粘住了。路飞由于用力过猛，粘住的拳头拔不出来，被加斯帕德摁着走。路飞使出拿手的大口吞，一口吃掉了加斯帕德半个身子，但是也无济于事，根本伤害不到加斯帕德。加斯帕德用能力画出手刀，将路飞的草帽刺穿。众所周知，草帽对路飞是何等的重要，这彻底激怒了路飞，拼了命的对加斯帕德展开攻击，不过依然处于被压制的状态。细心的山治得知了加斯帕德的能力后，跑到船上给路飞带来2包面粉。另一方面，索隆带着血熊在船上找到了爷爷，然后爷爷却说自己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原来他是想引爆蒸汽船的锅炉，炸毁这艘船。无论如何，老人也不想看到像加斯帕德这样的海贼掌控这艘蒸汽船。很快，蒸汽船被炸毁，路飞和加斯帕德站在船的遗骸上继续开打。风暴很快来到，为了船员其他人的安全着想，娜美只好命令大家先将梅利号开到安全地带之后再来接应路飞。路飞得到了山治的面粉助攻，再也不用担心被加斯帕德粘住了。双方对峙，各处一拳，分别给对方造成伤害。路飞一脚踢飞加斯帕德，紧接着用机关枪将加斯帕德狠揍一顿。加斯帕德将身上变出如刺猬一样的尖刺冲向路飞，没想到路飞躲也不躲，用火箭筒正面硬刚，硬生生将加斯帕德身上的尖刺打碎，将他打飞到天上。风暴很快来临，梅利号载着草帽团其他人已经走远，大家都十分担忧路飞的安全，毕竟能力者在海上就是旱鸭子，路飞即便不会被炸死，也一定要淹死了。然而血熊的爷爷却划着小船将路飞和肖莱亚都救了起来。血熊的爷爷和肖莱亚说出了血熊的身世，原来8年前加斯帕德率领手下袭击小镇时，刚好锅炉爷爷在附近，他看到了肖莱亚兄妹分别，于是救起了落水的妹妹阿黛尔·巴斯库德。这么多年，肖莱亚和阿黛尔都以为彼此都死掉了，于是同时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动力。如今兄妹终于重逢，草帽团也到达了比赛的终点，赢得了比赛。可惜的是，组头已经被加斯帕德坑死了，比赛的3亿奖金也泡汤了。在终点等待草帽的是一个海军的舰队，不过即使这样，草帽团依旧乐此不疲，扬起风帆，愉快的远航。毕竟有什么事情比快乐的活着更重要呢？我是先锋君，咱们下期见。